时速3800公里，美国陆军接收暗鹰高超音速导弹。美国媒体呢就此炒作，他们称呢这种导弹可以从关岛发射，打击中国大陆。那么事实情况如何呢？我们下面做一个分析。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据美国《星条旗报》报道，说美国陆军正式开始接收首批暗鹰高超音速导弹武器系统。当然，它还不是一个全套系统，只是一个地面训练设施。因为暗鹰要想射击定型，还有一段路要走。但是呢，尽管如此，美国的媒体依然把它誉为这个里程碑式的事件，从而呢，为美国陆军部队尽快掌握高超音速武器系统奠定了一个基础。美国媒体一边承认美国在高超音速导弹武器这个领域呢落后于中国和俄罗斯，一面呢又高调地宣称暗鹰这款导弹可以从美国的关岛发射，然后经过数分钟的飞行就能够打击到中国大陆的目标。那么具体这个暗鹰是个什么玩意儿呢？这次交付的装备包括一个操作中心、4个运输竖起发射装置，以及运输他们的卡车和重型拖车。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美国士兵可以进行实际训练，而掌握这种新型的武器了。不过，它的导弹发射车仅只是一个空箱子，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因为这款导弹还在进行相应的试验，才有可能成功。尽管如此，暗鹰高超音速导弹武器系统也是美国撕毁了中导条约之后它所开发出的一款接近于列装部队的新型武器装备。那么这种高超音速导弹武器系统，它的飞行速度有多高呢？据说能够达到音速的5倍，相当于每小时飞行3800英里，能够精确地打击到2700公里以外的目标。美国媒体说呢，如果把这些导弹部署在关岛，那么它可以在几分钟的时间内呢，命中中国大陆和南海的目标。据台湾的东森新闻报道说，今年的5月份，美国陆军就已经首次公开了暗鹰导弹的射程，大概在2700公里左右。这意味着，如果解放军强行在台登陆，那么美军驻扎在距离台湾岛2500公里的关岛上的部队呢，就可以有能力直接对解放军进行拦截和攻击。那么这个能力强不强呢？有没有呢？由于台湾距关岛距离相对近一点，因此这款暗鹰导弹呢，确实是能够打到台湾，但是它要想打到大陆，恐怕还差这么点事儿。因为关岛距离中国大陆海岸线大概在2600到2800公里左右，暗鹰导弹按最大射程计算，也勉强能够打到中国的近海或者是海岸边儿。要想对大陆纵深的目标发动攻击，目前它还没有这个能力。何况它的飞行速度也不高，刚刚跨入高超音速的门槛，也就是超音速5倍。和中国同类型的武器相比，它的速度要低不少，射程也要低不少。那么靠这么一款美国最新型的所谓的高超音速导弹武器系统，企图用它来干涉台海事务，这显然是不现实的。何况关岛的面积就这么大，你把这款导弹放在哪儿都不是安全的，因为我们完全有反击的能力。你敢发射这种暗鹰，我们就能够将你迅速的消灭在地面上，因为我们的导弹射程更远，速度更快，而且数量更多。因此，台湾的某些人物企图借助美国的暗鹰高超音速导弹武器系统来以武拒统，或者提升它的台独的士气。我想这是完全是痴心妄想。在高超音速导弹武器系统这个领域，连美国人都承认它落后于中国和俄罗斯。现在它不过是在做追赶，而且现在这个追赶还要差的好几步呢。首先，暗鹰这款陆基型的高超音速导弹武器系统还没有研发成功，还在做后续的大量的地面测试，才有可能呢逐渐成熟。到什么时候能够正式的大量装备部队，目前还不好判断。那么它的空军、海军也都在搞高超音速导弹武器系统，但是试验大部分以失败而告终。显然，它想突破技术瓶颈，还需要有较长的时间，需要付出相当大的努力才有可能实现的。那么即使是都实现了，
你把这些高超音速导弹武器系统摆在哪儿，才能对我们构成威胁？这有这个很大的问题。如果放在日本、韩国，那么这些国家敢不敢、愿意不愿意让你把这些武器部署在他们国家的土地上？那么如果他们不同意，那你还要撤到关岛，或者是到夏威夷。那么显然，这样的所谓的高超音速导弹武器系统，对中国也好，对俄罗斯也好，就不可能构成威胁。那么即使是同意部署，那么它本身的战场生存率也就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了，因为我们有太多的手段来对付美军在日本和韩国设立的基地。因此，我们不管暗鹰这款高超音速导弹武器系统现在发展到什么地步，我们都有相应的手段和办法来对付它。当然，它的出现也给我们提了个醒，我们在这个领域还要加速前行，快速发展，不能让美国人追上来，从而在这个领域继续保持我们的优势。这样的优势有助于制止战争的发生。好，今天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